你一定听过乐高，你可能觉得它只是小孩子玩的玩具，但现在玩它的人不只是玩，还可以收藏，还会有价值，甚至像个资产一样可以存放。有的竟然不会随着时间或拆封过后就完全失去价值，而是跟陈年老酒一样，越放越香，越放越有价值。最近我听到一则新闻，让我对乐高又产生了一个兴趣。乐高它其实也可以作为投资。那我们今天不说股票，我想跟大家谈谈乐高如何透过一些方法可以看见它的价值。事情是从一位83岁的老星战迷开始，他花了10多年收藏了将近780套的星际大战乐高，价值大约20万美元，折换台币差不多就是650万。但后来因为他的身体不是很好，所以他需要医疗费，就令儿子把这些收藏交给一个美国的二手乐高店 BAM 做寄卖。结果店面换人之后，新的团队不承认原本的寄卖安排，甚至把整批乐高扣住，儿子最后什么东西都完全拿不回来，钱也无法换到。那事情后来越闹越大，连百万 YouTuber 都跳下去调查，还牵扯出诉讼啊、警方介入，甚至变成了全美社群都在讨论的话题。但我今天不是真的想聊这件事的本身，我比较想要聊的是，为什么这样一批乐高会从玩具变成资产？刚好最近这阵子又因为世界杯有些话题，我就开始研究乐高，结果发现乐高不只是收藏，某些系列其实真的是有价格的逻辑，然后还有市场的热度，并有增值的空间。所以这一集我想带大家去看怎么用网站分析一些乐高的一些 set， 还有它有哪些比较具有价值、那值得收藏的一些玩具的一些套件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最近搭上世界杯的一些热潮，那我就可以看到那个乐高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观察。那因为我觉得乐高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乐高宇宙，那所以说很多东西它其实都有一个复刻版的一个乐高才对。那最近它也搭上世界杯的一个 IP 的销售，主要我觉得我有兴趣的方面去讲，像乐高这个 Audition 的这个系列。那这个 Audition 系列的话，就是比较好像是以运动主题的方式去做切入销售。你看看，就是像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大力金杯啊，然后还有这次美国队的一个制服，然后甚至 Nike 的球鞋啊，还有就是这个篮筐的这个 Slam Dunk 的这个灌篮。那这个叫 Bricks and Minifix 这家店，我们就简称它叫 BAM。那这家店它其实经营很久了，它成立于2009年。然后主要经营就是从美国到加拿大，那它其实是一个特殊权，是经由乐高给予的。那等于是其中一个加盟店，它发生了一件事情。2023年，这个83岁他身体就不好的这个 Mansell 的这个先生，然后他把当初星际大战的这个乐高的一个套组，然后以寄卖的方式，那交给这间奥勒冈州的一间 BAM 的这间门市。那可是因为它中间换人之后，原本预估价值超过20万美元的这些乐高的收藏啊，因为易主之后，然后他的东西就不翼而飞。那争议比较大，就是说这个网红最后竟然帮忙介入这些调查，然后闹上了一些诉讼啊，等于是帮忙这个老爷爷把这些乐高找回来。但最终好像现在目前好像这些故事都还在继续中，就是好像他还受到了警察的威胁啊，然后司法好像还有诉讼这样子的一些事件啊。那这个事件还在发酵。那其实我今天主要不是讲这个，我主要还是讲说，像他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，反而让我注意到，那投资乐高其实是相当有价值的。然后我觉得，像这个网红也是很帮忙他，就是去介入这些事情。那我觉得，像乐高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轰动，那一定有它的它价值面的一些呈现。我最近就是对这些世界杯的主题啊，那我觉得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梅西现在是最后一届嘛，然后 C 罗可能也是最后一届。
然后就看到有关相关的一些像是运动赛事的一些收藏，我觉得都还蛮有兴趣的。然后我觉得那在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方式可以让这些东西资产增加，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自己身上就看起来很不错这样子。因为乐高它的做工其实都相当细腻，所以它等于是你看这个像梅西的系列，它等于是把梅西的一些组合啊，还有他身上的一些东西啊，然后他庆祝的手势啊，都会有一个珍藏。然后他出了很多种版本，那甚至还有一个姆巴佩，就是法国队的前锋。然后还有甚至 F1 这个 Lewis Hamilton， 然后还有乐啦，就是安全帽的头盔这样子。那其实这个 F1 那个头盔的话，其实在车手身上的话，其实是相当重要，因为它的赞助商啊那些 logo， 那乐高都做得蛮细致的。那也有他们的签名，所以也有明星本人的授权，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应该是会有它的价值在这样子。这是我自己觉得，因为他毕竟就有得到明星的授权。那当然，在他们退休了之后，那这些乐高可能它的价值就会慢慢呈现。那当前都还是可以买的状态这样子。那我们来看看乐高增值的重点。第一个就是什么东西有它价值的话，就是通常都是要有稀缺性在。它这个稀缺的话，就是从乐高的判别的话，就是以停产开始，然后它停产越久，增值的概率就越高。那这个俄罗斯的国立高等经济学院的研究，那他调查了1987年至2015年期间，然后有2000多套的那个未拆封的乐高价格。那为什么他以未拆封去看呢？因为未拆封通常在乐高价格中，它的价值比较高，因为完全没有人动过。那刚刚提到那个故事中的老爷，他的乐高星战系列的也是完全没有拆过的，所以它的价值幅度还会涨到这么高。据他们的研究是已经上涨的幅度到达每年到10%到11%，然后也就是这个副教授 Victoria 他说，我们习惯认定人们购买的珠宝、古董或是艺术品等物件是一种投资，然而其实它还有其他的选择，例如你可以收藏玩具，那这个玩具其实就是乐高。那乐高在转售市场上有数以万笔的一些交易，那多数是以低价格的小套装。这仍旧是一个传统，那投资者所陌生的一个巨大市场。可是我觉得后来发现更厉害的是，很多二手的一些流动市场，还有一些网站，还有就是一些乐高迷他们自己组成的一些算组织协会。因为这些人其实从小玩乐高玩到大，那这些长大之后，他们以前留的玩具都有其收藏的价值。那不管是你有拆封过或是没拆封过，都会有它的价值在，只是说没有拆封，它的价值是会更高的。好，那就以这些市场来看，这个是以这个研究来看。第一个，我们最有价值的就是从盒子的外观，那就未拆封，然后避免拿到已经组好的缺件，就是已经组好过了，通常价值就会变很低啦。然后还有说明书啊、原盒这样子。留着的话，它最有转售的一个价值。那甚至有 YouTuber 还教大家怎么用 LEGO 开盒，然后不要破坏 LEGO 外盒的整体观赏的一个方式。这样，我觉得乐高它就是自己的宇宙，就举凡你这个世界现在流行的什么东西，它都可以跟它去做个对接。像是复仇者联盟跟 DC 系列的英雄，他们竟然可以在乐高的电影里面出现。然后乐高也有自己的乐园，所以它跟迪士尼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，我觉得。好，那今天就是要看像它比较有名的这些系列，这些系列只是我举出来，它其实有超多种系列的。好，那当然最有价值就是星战系列，也就是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主角，他收藏的这个星战系列。那其中以这个舰队来看，它的价值其实是蛮高的，一套都已经到几万块了。然后它后来有复刻，从用别的原料再次生产之后，原本二手市场的那个价格就掉了，因为它等于是复刻又再生产一次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电影的 IP 授权，就是像哈利波特这个系列都是很多人会喜欢的。那因为哈利波特它基本上就是很红，就是在我们大概10几20年前，它其实就是相当红的一个小说嘛，后来也产生了电影。那他会有他的迷会想去收藏它。再来就是马里欧，之前我们也有讲过马里欧的这些赛道的这些东西。
那马里奥也是他 IP 授权的一个系列，应该说很多 IP 系列的东西都愿意跟乐高合作，就是出他们自己的玩具，让买家可以去收藏，然后这些主要 IP 的公司也可以获得一些利润这样子。我是研究到后来就发现，这个乐高小人系列其实也蛮不错的。说实在的，应该是说它这些小人物都很可爱，然后它会比较独有的一个系列的话，他们就是一整组玩具里面，比如说一个蝙蝠车里面，然后它会有小丑，然后还有蝙蝠侠这些人物，他们可能在这个组合里面就一个。那反而这些系列的一些收藏都是玩家会去找的，因为有时候说实在，你收藏很多一些大型的一些，譬如说刚刚的那些战舰啊，或者是船啊，或者一些什么城市系列的这些东西，其实它都很占空间。可是有的人就专门收集这些小小的东西，他只要小小的东西可以收藏，然后他通常一只也可以卖到200-300块，有的有400-500块。如果真的再久一点，他甚至会价格更往上看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蛮喜欢的这种系列，我觉得这好像是也是最近推出的。那其实它这个就算大头系列，像这个有密卡登啊，然后还有蝙蝠侠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忍者龟，它都已经售完。然后还有这个玩具总动员这些系列，它就把它变成这种迷你大头版。那我觉得这个在未来可能也会有收藏价值，因为它的体积也很小，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应该也是会有。当然原型的也是会有价值，只是说今天我们以就是收藏方式的话，毕竟现在台湾房子这么贵，你不希望你每一坪的东西可以收藏占了那么多空间，然后其实它的收益只有一点点。那如果它的体积越小的话，它其实收藏的东西可以越多，那反而更有价值。而且通常一个人物就代表一个系列，代表一种精神。那甚至它不同版本也会代表它的一个价值这样子。另外我们可以讨论就是二手市场的一些流通，我们要怎么去看呢？首先我们先讲国内啊，国内其实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，就是说它毕竟国内就比较有接近性嘛，一些东西的话都是中文，然后你可以用中文去看，像这个必败 OUTW 这个必买站，它就有很多的系列，那你可以直接去看它的这个网页，它也有很多详尽的一个介绍。再就是另外我们可以从就是二手啊、虾皮啊，还有露天市场啊，还有脸书的一个拍卖团，那像这个乐高的这个台湾交易局，它那个买卖可以发文，那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些流动。然后还有必买站，就是旁边的这个必买站，然后再来是 PTT 的这个 Toy 吧。那 PTT 其实这个二手乐高的价格，我觉得更好去参与，因为它是以台湾的这个玩家为主，就是它接近性是很高的。那另外你就是国外的话，这个网站都做得很好，就是待会跟大家介绍，像这个是 Bricklink， 它这个是全球最大的那个乐高2级市场，它可以查每组就是卖家的报价跟成交价，很像那种房仲的那种公开平台的一个网站。然后还有这个 Brick Not Me， 专做就是乐高的一个投资的数据，还有一个历史的价格走势，还有回报率。然后很有趣的是，如果你今天加入他的那个网站的会员的话，就是可以看到你自己，比如说你自己有收藏的东西，你可以在上面点一下，然后他就会看你现在这个资产的回报率是多少这样子。因为它有当初的一个售价价格跟后来成长的一个价格，那其实都要看系列。像我在看这个就是罗宾嘛，然后这个罗宾跟那个 Batman 他们的成长价格是多少这样子。那在国外的网站就是 eBay 啊 ，eBay 这种也可以去看，然后你可以打它的那个乐高的代号去查。另外我觉得比较酷就是这个 StockX， 这个就是 StockX。那 StockX 的话，你看我就是以这个乐高的 Batman。就是蝙蝠车比这个76239来看的话，它其实就可以直接买。然后买的话，它其实我看它也有台湾的售后服，然后你可以去出价。那基本上它其实是一个收藏家的网站啊，就是也有鞋子啊，还有一些首饰啊。我用中文，不要看用中文。它这个没有中文，我按不出那个品牌。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去看，还有 sneaker， 然后还有 Jordan 系列。所以它等于是那种玩家型的，没有收藏球鞋的人，他也可以去看这个。其实我们今天就主要是讲那些像是交易啊、收藏品，反正就有很多这个中文。我觉得都可以去看看，它其实很多东西不只是乐高，它有很多东西可以这样，比这个 Batman 去看这样，然后它有很多系列往下看还有很多，然后都可以问问它的价格，然后也可以去投标。
它当然会有运费的这些关系。可是如果你要跟是把自己的乐高跟世界接轨的话，或许外国的玩家虽然说可能比较远，那搞不好如果他出的价格更好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放在这上面申请一个账号，然后就把自己的东西推出去。这个蝙蝠侠系列，我觉得蝙蝠侠系列真的还蛮值钱。待会这个也可以看，哇，只剩12个。这还上次销售，你看它可以看，然后还可以看，市场怎么样？像它的 sale price 就是从这边，你看这是1月30号是280，然后这时候突然又降了，有时候又涨了，然后最主要取决于它有没有停产，停产之后就会开始价值会更高这样。再来我们就看就是它的价值，那这个 economy 我们就直接先讲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玩。我不知道啊，那原来乐高也可以看得这么专业这样。你看它这个最好的就是 Supersonic 这个音速小子，然后这个史酷比小狗狗，然后这小 B， 然后就是它这一年平均年增长率最高的，它就会去排行最常被拥有的主题。现在这个都是直翻啊，有点鸟，就是最常会看的主题。你看第一个还星际大战。然后这个是迷你人物系列，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Mixfix， 就是乐高这种积木人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种小积木人。它这个 VIP 什么5盒大装啊，什么29套什么系列的啊，对，它就都是以这种人物去砍，然后它还会有这个什么，就比如说它停产之后，最低会这样子，然后最高会到这边，然后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高这样子。那这就是小人物的一个系列，我很喜欢就是这个 Editions 的这个 mini figures， 他们这种人物系列，你看就在讲说这个女足球员啊，然后这个就是乐乐啊，刚刚讲乐乐，然后还有这个 F1 赛车手，这两个都 F1 赛车手，然后就 Lewis Hamilton， 然后他们涨你看涨几%，涨1756%，所以它涨很多，然后这个这应该是美金。等一下美金55太夸张了吧？好像是美金那这样子很多对啊，然后还有这个 mini juice 就是11块对啊，这个应该是美金计价的。然后 Cristiano Ronaldo， 那这个都还正在卖我们随便看一个，就是 eBay 上的好了，你看大概是553块台币，然后有的这个应该是别的系列的，它是 3D， 等下这个应该不是吧？这个好像不是，这个不是乐高。所以还是要看一下，你看这有点被骗了。你看他还有这个足球员，这个梅西踢出去的这个系列，然后他的签名，那这个就我觉得在未来，他这个还在生产中，所以他现在还在卖你去 PC 用都还买得到，或者去乐高直营店都还买得到，那就可以看到哇，很多人还看他这个是多少钱，然后这个还加了足球。那当然有真有假，所以大家要懂得去分辨，最好是有什么说明书啊，这样会最好。这个飙到eBay3790，这个好像有点太高了。你看外国的可以卖到这么贵，就觉得很奇怪，台湾好像没有到这么贵。对，这个就是我觉得很酷的地方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好，均衡报道一下。然后 eBay 一样看 C 罗，C 罗这个就625，这542。然后就这个倒挂金钩，这个都是它里面正牌有，你看它有这个签名牌，然后它这个整个 set 大概695，这个才对嘛，这个价格才对啊，所以真的是很多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仔细去看，但不要被骗这样。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系列，就是很多种像主题啊，那你可以去找。你像找的话，它这个还有过去12个月成长最多就是蝙蝠侠，然后这个是恐龙系列，这个是世界城市系列，城市系列一直都还是蛮有名的。可是我觉得我还不太会分它城市系列到底哪些是好。还有电影啊，阿凡达，这小兵，然后就是这些都慢慢有在成长。那你要找的时候很简单，就是用这个 browse 去找它这个 all set， 这样我先翻中，大家。这就是新套装。好，那最酷的是你可以看那个最近退役的套装。最近退役就代表说，它的价值会开始增长。然后这个是小丑8级的雕像，这个也是快要停了，所以他才先秀出来。然后这个蝙蝠侠8合1，还有钢铁人、小飞象，这个都已经他说退休就是停产了，对啊，翻中文他就是停产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已经停产了，就开始增长了，有没有？原本零售是$9.99，那现在的价值到$9.99，那当然成长了100%，所以很扯，我觉得蛮扯的。所以我觉得，收藏这些小的反而还不错。
然后这寿司餐厅，但它的原价本来就高嘛，那原价高的话，增长的也会更高。那其实它是今年2月才停产的，你看这个就已经涨了73%，所以说你只要买这个东西去增值的话，其实很快，对吧？当然有一些在刚开始停产的时候，可能还是会有贬值的状态。因为我之前看过 YouTube， 他就是把所有他收藏10几年的乐高拿出来一个一个比，就是近期都甚至还是有些会赔耶。然后可是你只要真的存放久的话，可能都会有增长的情况。但我觉得还是以 IP 系列去抓会比较好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参考的一个价值之一，这个蛮好玩。然后再来就是 Brick Set。Brick Set 也是，我觉得我也蛮推的。我觉得就最近查到，我都觉得很好，但乐高迷可能都已经很熟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页吧。Brick Set，Brick Set 我就直接找在这个也是蝙蝠侠系列。那它这个系列其实它的增值也是蛮快的啊，这个是其实已经蛮久了，2015年，故意找个2015年给大家看。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价格，它这个是 Value New， 就是它现在的价格是209台币。然后它曾经它的零售是在103块，其实讲就是以这个 Minifix 来看哦。然后里奥纳多，但是等于是历史人物了，它都有。觉得这个应该会有人想收藏嘛，历史迷的话应该会喜欢，因为它是个很伟大的伟人。然后大家可以拉到这么大让你去看，然后你可以看得很细腻，就是它到底有什么东西这样子。然后就是他当时画的几个场景这样。然后这个就是大头系列。他们已经出来，这个版本叫做就是体育这种系列。那你像你看这个系列的话，它会写说有一个 mini 能够，这个就是独有的，所以它就是它这一盒它才会产出这一个。然后你点进去看，然后它会有一个 set， 然后它的价值大概423，光是现在就已经423，所以我觉得很酷诶。那它这个423，那之后如果停产的话会是怎么样？然后它还可以再连接到这个BrickLink 上去看。BrickLink 它就是有点二手拍卖的一个物流世界，应该说它上面有一些更详细的资讯，可是也是外国网站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利用翻译去看。比如说它这些零件都是可以用组合的哦，它这个零件都有项目编号，所以它在卖的话，它会不会是这个都可以卖？所以我觉得超酷的。也是因为就是这次世界杯系列，我就觉得这个我会想要收集。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样的想法，或是你有自己喜欢的一些主题，那你可以从它这边去看，这边有很多主题都是你可以去看的。然后这个 Brickheads 就是那个大头，刚刚说的那种大头系列，然后这是城市系列，然后它有朋友系列，像哈利波特、侏罗纪，然后这个漫威啊，然后还有 Minecraft， 就是那种方块的，然后还有海贼王，所以我觉得就像这样的系列，星际大战这样的，我都会想要看。然后还有即将推出就是快要停产，那即将推出就是新的，那定于今年就会停产。但你光是看这个已经1000多了，9天就停产了。然后再往下看，这个是在2022年7月30日也快停产，所以说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有价值。如果喜欢就是擎天柱这个变形金刚系列，然后还有这个城市系列埃菲尔铁塔，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。它这个资料很多它太多了。然后甚至进去，我们随便进去一个擎天柱，这个系列是我喜欢的，这个是小时候这种7年级生小时候的回忆，看到的时候就会知道这是卡通版。然后它会有一些评论，看这个评论有没有？哇，它的评论意想不到和合作关系，然后这样发展。这边就是有用户评论，它可玩性，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它其实没什么价值，就会有讨论啊、比战这样子。然后有的人很喜欢它这个细节，希望膝盖能做得更好这样子，所以有很多种，就是他的一些感想。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参考看看这样子。这个标签你也可以看，它就是它在右边，它的评分是很高的。然后它的标签就是它是这些，等于是 hashtag 的意思。然后售价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单位都有写，然后多大然后就可以看，然后详细这些细节这样子。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叫 Brick Ranker。它这个就会有那种排名的感觉，它可以看到这些，然后你现在要不要买，然后你可以直接连过去。好，那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 Brick Rank， 它乐高的快要停产的这个系列，而且这个很详细哦，它是2022年出售，然后它会在7月31日要停。那你现在要买的话可以买，就是直接到它这个美国的这个网站这样子。那我看一下
对，它是直接到这个美国网站。那其实台湾的网站也可以买，我觉得它纯粹应该就是需要在美国买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参考，这样在亚马逊的一个排行的一个增值减值的状况。然后这个就是减值了，然后你可以看星战系列在亚马逊的这个排行，这个 US， 这比较偏外国网站的，所以说它就是可以做外国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参考。然后你看它最近都是贬值的，它有时候就是打折，真正有价值都是在之后停产之后。然后你看哈利波特都是减的 DC 系列，那些好像还好没有动。这个什么 Forever？ 这系列是之前也会想收藏这样，我觉得也是做的还蛮不错的。这个系列是我觉得它超好，就是它是那个 Joker 希斯莱杰演的那个版本的 Joker 的那个版本的电影系列的蝙蝠车的收藏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以后会有价值，我自己猜啊。因为我觉得那个 Joker 演的超好的，所以我自己也喜欢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Ranker 也可以去参考。然后另外一个我找到的是这个 Heartbreaks， 我觉得很好，是说它是原本是外国网站，它就有一个台湾网站让你直接翻译去看。然后它最好的是它直接可以看，像新品有什么，然后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新品。然后这刚刚我们查的这个，它这个快要结束了。所以这个可能未来会有价值。2025年的回顾哪一些？像这些 Nike 系列啊、星战系列啊，还有一些魔戒、Marvel 系列、DC 系列、哈利波特、Sonic、侏罗纪，然后都真的很多啊，琳琅满目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这个 Heartbreaks 也可以看看很多东西。然后还有2027年它传闻会有什么东西这样，然后传闻可能这些会上市啊，会这些会出现，然后你可以先去锁定你要不要买这样子。那这些都还没出现，然后真的觉得太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不错的。所以你看它这主要是旁边这些主题，你可以去看，我觉得哇还蛮好的。随便看一个，侏罗纪大家都懂，侏罗纪的一些新闻，怎么是忍者？好多人这里，它是关键字搜寻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蛮不错的啊。然后下来这些都是哈利波特。就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图腾，然后再来这个就叫是 Bricklink 就是刚刚有看到很多它的小人物，然后还有它的一些零件，这个就是说它套装系列，这个也可以去看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的话，就是它好像也是有一些评论，你可以看，你这个小人系列你要哪一些，那你就可以从这里看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你可以用中文看看，中文就会比较清楚。正义联盟、蝙蝠侠，因为蝙蝠侠好多种版本，到底哪些版本是你喜欢的呢？所以就很多，然后随便点个紫色，然后就会讲它的一些特点，然后还有你喜不喜欢，它这边的出价，还有它在哪里，哪一个国家，你都可以看看。所以这个 Bricklink 也很棒，然后你可以直接看它这个是多少，看它现在收藏的状况，然后可以加入购物车，可是结账不行，所在地方无法直接购买。那我觉得还是如果真的要买国外，就到那个这边 StockX 这边买好，这边可能应该就会有机会可以买得到，但那边可以做个参考价格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所以还蛮多资讯可以看的。好，到最后跟大家做个总结好了，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它很酷，是它并非是一定真的要收藏，其实我觉得它的流动性如果来说的话，其实是会比较低，你不可能一次，比如说同一个系列你买了10套，那你不可能一次10组全部卖掉。然后还有二手市场这个渠道，就是它有些东西这些渠道它并非是真的价值，就有点像那种，就像股票账面价值，有时候你还没卖掉的时候都不算嘛。那有它二手的参考一些重点，比如说刚刚说的一些纸盒啊、保存方法，还有不拆它价值会更高啊。再来就是它的一些收藏的空间。那讲刚刚那种就是积木小人的话，它收藏空间会更深，所以说它的单价其实看起来的话 CP 值会更高。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真的要有爱啦，你对那个东西有爱，你在收藏，那你买的时候你会喜欢啊。如果到时候卖不掉，你至少放在身边，你可以作为摆设，自己看心情很好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对那个东西要还在抓它的特定 IP， 那这个一定会有价值。我觉得在未来停产之后，我们注意到停产的时间，你可以看那个它的未来的停产之后，那你的地方够不够放？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，就保存的空间跟方法，还有就是你有爱，要有爱才可以去买这个东西。我觉得对你来说才不会吃亏。不然有时候收藏的东西真的很难。你要讲它很像比特币，我觉得比特币流动性还可能比较好，因为你要卖就直接卖掉。然后可我觉得就是像
这样的东西，我觉得大家喜欢的话，其实可以买一点点，但是那个坑其实很大。因为我看到有个 YouTuber， 他就是直接在上面直接讲说他现在到底赚多少。他那时候打都是直接上网去看，然后去评价说他现在这个版本最低会收藏多少。可是我看他的东西几乎都是已经都拆过玩过了，所以其实价值应该没有到那么高。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要喜欢会比较重要。好，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乐高系列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，也会不会喜欢。那我分享这些就是真的一些观察的重点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因为在未来投资的东西很多面向，大家可能股票买多了之后，那钱不知道放哪边，那有时候这个是一种兴趣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是会有一点点兴趣去收藏，但是毕竟我家不会太大，所以说我还是要看那些空间啊、放置的部分，所以我对那种小系列的话，我是会比较喜欢的。那不知道大家的看法会怎么样呢？那你觉得乐高是不是一个收藏的好项目呢？那欢迎在留言区评论哦。那或者是说我可能有说错的地方，毕竟我也是一个新手，以自己观察的重点为出发啦。那我现在最主要是想看就是像是世界杯或者是蝙蝠侠系列，我觉得我会比较有兴趣。那另外还有就是变形金刚的系列啊，还有甚至是海贼王系列，这个我会比较有兴趣。我觉得可能就是买一点点，就是那种一个小小人物或者是他大头系列的人，我觉得我会再去看看。那今天的东西比较粗圈一点，因为之前都介绍股票，那我觉得就是既然世界杯那乐高搭个题材，那我觉得跟大家来聊聊像这样的东西，你会有兴趣吗？你会想投资乐高吗？欢迎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哦，喜欢的话再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起来咯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